本节目由新行政电动旗舰蓝图追光 PHEV 冠名播出。就只有人需要意义，只有人需要活着要有个意义，他才活。如果没有意义，轻一点说活着跟死了无所谓，重一点说我就还不如死了，是吧？那么这个意义是什么呢？简单的就回答，就是说，一个比我们个人的生物生命更高的存在，只有这个比我们生命更高、个人生命更高的存在，才可能给我们意义，也就是才能给我们规范。这个规范呢，不是说那个生物利害的对错。而是我后来讲的那个是非，是吧？就是我这么做是对的，那么呢，哪怕它对我有害，我也要这么做，因为呢，它是来自一个更高的存在。甚至可以这么说，就是说，只因为人这种存在者，他是承认比他更高的存在。所以它才是最高的，它不是在演化之链上那个最优越的物种，是吧？尼采会说，只有人需要一个更高的存在，这个定义了人是最高存在。也就是说，人呢是通过意义来保护自己的生存。特别远，这是一个多小时、1个半小时的路程。打车太奢侈了，主要是一个道德上的谴责，不是一个好人应该做的行为。换乘地铁10号线的乘客，请准备下车，列车在6里桥站关闭。寺院到了。走前面。好，哎，这是刘畅老师。哎。我那稿子也带了。这个荒原长时间骑行的人呢，最后他们就抵达了伊西多拉，他梦中的城市。您的行程较远，行程中请避免过度交流，影响行程。那么，人呢，高于自己的是什么呢？上帝、存在、真理或者道德，康德是吧？品质，我就是要活得有品质。爱情是吧？实际上对于我们当代的意识形态来说，这个爱情成了一个替代信仰的一个大宗的东西。政治，我就是为了建设一个更好的制度，是吧？就是很多吧。那么这个呢是人人都有的，但可能个别人没有。消防队员冲进火场，大多数的母亲就是有她能够为之有的东西。
那么这就是他未知生的东西，他不需要辩护，但他就是要这么做的，他就是对我来说叫 must， 但这个 must 都不超过我个人，啊，就是我 must， 在那个意义上就有点接近于希腊人所说的那个命运了，就是这个。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因为，就是我有点想说，某种意义上来讲呢，没有这个 must be 呢，这个人其实是没有命运，他只是有些悲惨的遭遇。命运这个词儿，它有点就是这种，就是说，只有当你觉得不得不要去做某些事的时候，你把这种不得不而带来的遭遇叫做你的命运，就有点像这种。好，我觉得说的比较，但我还是想补一句啊，这个 must 呢，不是别人教给你的，是你自己琢磨出来。但是这个琢磨呢，并不是那个就是坐在家里琢磨啊，而是在你的行动，通过你的生活，你摸索到你是有一个 must。他是不是闻到了我身上也有猫味？我们家已经有只狗了，结果我女儿还要想养猫，就是从万圣要的。后来我们就跟他商量说，那你要负责铲屎。很难能做到。他并没有做到。项链，我先撤，今天要跑点走。哎，没事。陈老师谈到一个观点，我其实想请陈老师再深入一下。就你说，我们始终是在做本体论的，而不是在做伦理学，或者说始终是在做本体论的伦理学。虽然我大概能够摸到你的想法，我觉得，我说的那个伦理学是本体论的时候呢，就是像海德格说的那样，我们谈论的是在，谈论的是 being， 谈论的是事，而不是一个脱离了我的所是的那个应当。你离开了本体论，离开了是什么？总跟我们说应当，凭什么你应当啊？不是应当，是你就是那样，人就是这样，听懂吗？不是我们应当有一个理想，而是我们人他就是有一个理想。这是对世界的描述，它不是说指出一个未来我们应当何如。但是我特别想说的，其实是事情的另外一面。如果我们谈论的是事，我们面对着赤裸裸的生存，千万不要把高于人的存在道德化。我们可能是为荣耀而生存。阿喀琉斯是吧？说你要去托罗亚，你会赢得荣耀，但是你会战死在沙场，你要去吗？是吧？我去了，是吧？但是呢，这可能还是挺好的一个例子。那说方孝孺呢？他不但他死了，他十族被杀了。他为什么呢？他为了一个我们无法理解的目标，就是要忠君。那我再举个更邪恶的例子，希特勒。我不说我赞成他啊，我没有这意思，我也没有说我赞成阿喀琉斯或赞成任何人。我现在不是在谈我赞成谁，我是想强烈的表明我们的更高生存就是多样的。那么我列举它是爱呢，它还有恨呢。
他就为恨生存，不让他恨，他就不生存了。这才是本体论上的高于自己，高于人。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是本体论的，就是说他始终跟他是谁，你是谁，这事儿连在一起。有点像海德格所说的，就是只有人是本体论的生存，就是说人是在意义和理解的层面上生存的。向左前方行驶秋名山车神，开慢一点哦。我跟学界的联系几乎是没有的，我的联系都是跟我的学生，就是有这帮老学生，就有研讨会这样一种形式。我有些老学生，我觉得这些是最重要的，就是周濂、陆丁、刘畅，这是北大的这批。后来有王宇光、吴向华、吴彦飞。一直在跟我的课，就是那天我算了一下，都快30年了。我讲完了，这些老学生就会不对不对，他说的不对呢，他可能错的，不一定我不对，但是呢，他是有深度的，特别合适我们或者我所理想的这个思想讨论，就这个没大没小的，就是而且也不隐瞒更多的，然后就会比较激烈的争论起来，完完全全问题导向。启动环境西山隧道，全长1.3公里。前方路段限速110。好，咱们出门的时候说是12点24分到，现在已经是13分到了，咱们已经抢回11分钟。300米处有限速120。2点半我估计够呛，他们车还没到。对呀。可以，金老师提供选题身份证。我关键陈老师很快啊，太多了，说还是10分钟，10分钟就到了。哦，那他们2点到，是1点40。我估计2点半。就是陈老师讲到这个更高的东西，因为它肯定不是上帝那个意义上的存在了，是吧？那么，假如我们相信它是什么样的一种相信呢？我们为什么要去相信它啊？在什么意义上相信它？就是它的这个真实性，它的这个真，是吧？到底是在体现什么地方啊？我反复的提啊，重要的呢，不是去弄清楚你应当信什么。重要是弄清楚你到底信的是什么。你已经信了，你只是不知道自己信的是这个，你知道吗？就是你已经是了，但是你不知道你是。我们当然是，会信一些什么东西。但是陈老师呢，又会讲到说呢，我们最好不要把自己信的这个东西呢道德化、普遍化。我个人呢是很不能忍受，我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去处理，就是我所相信的东西。但是呢，就是我就觉得就不可避免的就非常的纠结。具体的就是比如说指导学生，有时候我自己没有意识到，但是这个学生就是说怎么老是看着你表情那么痛苦。啊，我在想的问题是说，假如说它的确是你相信的东西的话，
怎么能把这个你相信东西呢，完全保持为一种你个体性的东西，不形成一种好像对其他人的一种有形无形的压迫，侵犯到他人的那个自主自由的思考。就是我对这个事儿很纠结。挺好的，刘畅哥，首先是给了我一个机会来澄清一下我的想法。你提到这个个体性是吧？有他私人的一部分，这样你的信念嘛。那有的人呢就说，那我信的东西，我就想让别人也信。但是我想说的呢，还是有另外一点，就是说呢，让别人改变信仰，有时候是不可遇的。那也就是说呢，你在知道自己信什么的时候呢，你也要同时知道你信的那个寓意条件和你信的这个背景。你让别人去信这个，他不是那个人，他不处在一种可能的环境之中。但是呢，我似乎又觉得呢，信念呢，大概又不能是一个完全私人的东西，而是，在我们的这种自由的，就是在知识上平等的这样一种交流中，能够在一个更深的意义上有一种更精神性的交流。我当然完全同意，一个人的信念不可能是完全私人的，就这是你的一种能力，就是在什么时候你当言，什么时候不当言，什么时候强烈的需要去说服他。一方面呢，我们希望真理能传播，但是呢，不要把真理变成一种压迫性的东西。那你不可能为所有人立法，你为所有人立法，你就侵犯了人是最高的生存，也就是人是自由的生存。张老师，我觉得在威廉斯那个道德运气当中，恰恰是说你个体你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你是一个在社会网络当中的一个存在，你的应当与他人对你要求的应当发生冲突的时候，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在不断的调整我应当做什么。我一点意义都没有啊，这就那个，然后呢，也有的时候我反过来说，他呢就是你应当，就是我应当，我作为一个，就是我，你谁都不应当，就我应当。那这个呢，你就去做就完了，没什么可说的。那么接刘畅的这个话，我记得我在评《查理周刊》的那个文章中说，就现代人呢有一种说法，就好像多元呀、交流啊、达成共识啊，它就是几乎就是漏掉了另外一面，那是起而斗争的事儿，是吧？这时候呢，没有别的办法。但是呢，我们等安静下来还是要讲理。但这时候我就要通过把这个斗争讲成正义战胜邪恶，我说不要这么讲，对吧？不是因为我们正义在捍卫我们的言论自由啊，不是在捍卫言论自由，我在捍卫生命。动作就是不要把它道德化。面对事实，但是我特别想说的，其实是我说最重要的事儿，这个最字我也不太愿意说，但是就说吧，最重要的事就弄清楚你自己信什么，你要活出你真正信的那个东西，是吧？大概是这样的。这不是这个场合，但是我提一句，就是我自己信什么啊？这有时候可能知道一下也是好的。我就是信古典主义的，我就是信
歌德式的人文主义的，对，就这个。我是信18、19世纪的真理追求的，对吧？大概或者信希腊的人文主义和希腊的真理追求，这是我信的东西。宇哥，我们是登那个吗？啊。我们有一个小圈子，大概是在90年代下半叶吧，就是陈老师在北大开课，他经常就是隔几周就带我们到那个山上去。他愿意带着我们4、5小时不间断的去思考分析哲学、心理哲学这些纯粹的哲学问题。讨论起来要刀刀见血那种，越狠越好。我觉得是特别享受的一个过程。康老师，你待会儿还要往上爬吗？你呢？12点。我不是看您吗？要是在这儿休息着，待会儿就下去也。对，也反正也是一招，是吧？都是登到半山。好，我大概就讲完。但是呢，因为这是我要办的最后一次 seminar， 所以我给了自己一点liberty 来这个谈谈这个 seminar。我的这个愿望是已经有很久了，但是呢，现在呢变成了一个决定，就是说，我就是最后办这次 seminar， 以后就该，对，因为就是像周濂、鲁丁他们，可能他们现在的年龄就跟我一开始在教他们的时候差不多，就是该他们来开研讨会了啊。完了。那么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很不幸的人，是吧？这个过着悲惨的生活的本来在北大好好教书，被挤到华师大；在华师大好好教着，被挤到首师大。然后童世庆就跟我说了：“嘉应啊，你这个学术轨迹看着不怎么妙啊，说。”对。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挺幸运的，就是，我这感觉是非常实在的，就是，一个人思考呢，就连我都总是一个人思考都是很困难的，就是还是需要有交流。在这样的 seminar 上呢，你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些反馈啊，这个。第一当然是赞美了，我很少听到，是吧？这个，第二当然就是，
批评和质疑，是吧？这个就是以这个陆丁同学为代表，他永远在那里那个狡辩啊，什么这个诡辩啊，什么这些东西，不是搅和就行啊。但这也挺好的。歌德说过哈，老年人丧失了一种基本权利，就是被批评的权利。因为老年人嘛，就大家就是把你当一个讨厌的东西，就是保护起来，是吧？就批评小孩是有意义的，因为他有一辈子要过，你知道吧？啊，批评老年人是没意义的，是吧？他没2年，你让他好好过了，完了，你批评他去干嘛，是吧？但是呢，在这点呢，我还是比较觉得挺感谢，就是我的这些学生，他们用温和的或者不温和的方式，还是总是能提出质疑和批评。张老师，我追一句啊，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其实一直对陈老师有一个判断，我觉得他做的这个哲学，尤其是到了伦理学和政治哲学这一块的时候，包括他刚才谈到他信歌德式的人文主义，尤其是信希腊的人文主义，那毫无疑问是跟今天的民主时代、默认时代，它的整个趋势，我觉得是背道而驰的，或者说至少不是一个方向的。我觉得当代的主流的哲学家，也罗尔斯也好，德沃金也好，他们都是在中人的层面上在做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但是陈老师做的这个工作不是中人，他是高人，他是心性卓越之士所追求的良善生活，所向往的德性，所希冀的人生的意义，它只具有所谓的弥漫性。这种弥漫性也只是对可能3、5个跟陈老师心智非常接近的学生会产生极其强烈的共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代会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但就不重要，不合时宜这件事情不重要。重要吗？也许不知道。我有花一朵，长在我心中，真心真爱无人懂。遍地的野草已沾满了伤口，不妨刺伤最心痛。女人花，你要沿着那个事理本身去发展，而不是一个抽象的道理直接应用到这种现实当中。就这种事情，可想象，学术圈我觉得还应该讲点理性了。就是这种撕裂，社会撕裂，很夸张的。我知道，这就是现在核心议题啊，就是政治正确和言论自由之间的这个关系的问题。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社会运动最终它只有群体认同，没有个体。对这个的话，就需要有比较健全的一个，我觉得现实感，这个很重要。缘分不停留，像春风来又走。女人如花花似梦。我从来没听过男生唱女人花，唱的蛮有味道。有点像阿尔帕西诺的那种。你别说这儿也有点像西西里，真是。我那边稍微好的。这样你坐在这个当然离周围远一点就完了呗。你可以坐在那边。我也觉得无妨。周总，你这儿还一学生呢。怎么？没有。他有点怕你。为什么？是不是论文没写完啊？他论文就没写出来。你这一提啊，没事。那你为什么这么怕周总？就是我反而不是，因为我一见他就催论文。老师比学生急这点，你知道吗？他也体会到你比他急这件事了，所以才怕你。不是我们这代人3个。
受这教育过了吧？我觉得呢，就我说这古典是包括现代，还有高效率，把这经没做完。就比如说一个人讲了一个挺有攻击性的隐喻或者笑话，这个时候你一旦笑了，你可能丝毫不同意这种攻击性的言行，和他这个层面上的含义，但是他这个笑话本身就足够可笑了，以至于你还是真的笑了，你一笑了就产生了某种共谋。其实我主要的这个问题的切入点是我确实的冒犯到了一个人。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要建立起对重要性的感受。当然，我觉得年轻人生活在这么一个政治正确性的时代，对他们来说，冒犯的言论是重要的，这点我觉得是无可厚非的。他们就是这么被塑造起来的。不是啊，不是，怎么就无可厚非了呢？习惯性反驳嘛，没事。就是，我还没说完呢，还没说完呢。也许是因为外在的环境给了你很多的压力，你觉得你已经充分的反思了，你会觉得很内疚。因为此时此刻你对这件事情的重要性的感受是如此的强烈。但是我觉得，就是人的成长就在于说，你对重要性的感受是会转变、会犹豫、会偏移的。我基本上同意，就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到底什么重要，不能什么事儿都对你重要。他的反应也许是完全正当的，就是这么一个笑话，他就真心的觉得很好笑，同时又根据他所了解的或者他所相信的一些价值观，他又觉得就是他的一个真实的困境。是的，就是不是说一个简单一个什么成长的问题。如果这么聊的话，就会聊成说他的冒犯是不是合法？这个冒犯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构成了客观意义上的冒犯，还是你只是主观上觉得被冒犯了？我可以跟你进行某种意义上的理由的互换，从而达成这种表达主义跟认知主义的我觉得一种均衡。所以我可能最开始我说我想看一看你怎么延展你的想法，有可能是我冒犯了，所以我愿这个问题道歉。但我觉得反过来呢，就是我觉得他走向一种对你的全面的吞噬。我的建议就是趁着自己还年轻呢，快速的犯一些不会死的错。我非常严肃的说这件事，找朋友呢就是找皮糙肉厚的，如果他不皮糙肉厚的，把他变成皮糙肉厚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比如交朋友有时候是这样的，对吧？懂我的意思，就是这个事儿，不是我说了很邪恶了哈，就是我说了很邪恶了，这是你的 principle 是吧？这又有个 point， 对，就是说，如果双方都太敏感的话，你想要的那个空间其实没有。对，就是所以我会去这么设想，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一个理性的交往空间，首要的前提就是大家都某种意义上是皮糙肉厚的，就是我们确实有一个。我觉得是原则上的对抗，后来我们相互理解了，然后你才能变成相亲相爱，否则是什么呢？否则就是大家就是开心的一起玩耍。我觉得呢，我们可以讨论，但是这个现在这种政治正确或者意识形态，就是我冒犯别人是因为他有某种观念，在这个方面呢，我稍稍的更偏向于陆丁的刚才那个讲法。我觉得。冒犯就冒犯了呗，是吧？就是读书和思想不要把人读软弱。我希望大家首先能变得更皮糙肉厚一点，然后呢，你就会在某种意义上，你真的可以成为一个抗争者。当然我承认这边是有问题的，因为合理的，或者说有站得住脚的冒犯，你就或者甚至应该感同身受，对吧？我觉得刚刚陆老师的这个回应是我最近会觉得很重要的回应，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想追寻一种绝对的什么错也不犯，我们很有可能无法陷入很多行动当中。就是说，我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太过敏感、太过怕疼，会导致你们过度反思，
对，我确实有这个 point， 对，所以有时候呢，对，我觉得反思就是这不是你经常讲的吗？未经反思的人生不值得过。但是过度反思，对，我就是把你的理论在，我知道，懂我的意思，对，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你做的时候呢，它确实就是要有一些，主要我理解是这种，我明白了，对吧？所以我就那个乔纳森·海特他写过一本书叫《浇灌的美国心灵》，这本书写的就特别好，对，确实是。我后来写过一个书评，然后我就举了2个例子。处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鹿横江。看来这么可能会有。足够好，既看到那个，又看到这个。我这个角度，我这个。刚才看到火流星，那么一排人，就我第一个看到那火流星，太漂亮，太漂亮了。在进入大气层比较深，没有感觉。天上的东西我都，就我坐在那，我就能感觉到。马上走走不？好，我们再走到月光底下走走。对。深度，还有就是看林雨最后说，我讲的那个小诗像是最后的告别。对啊，听起来是有一点伤感的。那您大体的安排是明后天要讲什么呢？明后天就讲你们提出的问题。今天是一个就是有点像总体的这样，是一个 introduction 啊，对，就啊。我接着周老师的那个问题，我就在想说，到底你这个中人和高人是怎么分呢？其实我想到的中人，其实就是我借用罗尔斯的理论嘛，这就是说是 rational and reasonable person， 就理性的和情理的人。对，所以就是高人就多少都有点 irrational， 然后是这个意思吗？不是，你们听我说完啊。然后 reasonable 呢，他说的是正义感的能力，就是我们有理解、应用和执行公平合作条款或者正义原则的这种能力。OK， 那一个正义的社会，其实它就是充分的发展和实践我们这2种能力，然后达成所谓的社会合作，然后形成所谓的合情理的社会。那到这个层面，在他看来，就是这个对社会的理想就已经够了。最终他实现了那个社会，它也是一个，就是不是那么理想化的，不是那么至善论的一个社会，它其实是一个平庸社会，平庸的社会。而且他说这种合情理的社会，它不需要道德圣人，我只要求你是中人。那现在呢，就有这么一个问题，在我看来，你说的那个中人呢，就有点像大家都守规矩，你这些规矩呢肯定是公共的，因为特别是建立在这个大家合作的。而且我想强调了，就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在我刚才周老师说的这个中人社会呢，它不仅有规矩，而且它有一个规矩化，我其实叫做 normalization， 它会把所有的事情变成规矩，
去维持他这个所谓的中人社会他有这么一种倾向或者冲动吧。来那个就是如果说冲动的话，就是尼采说的那个羊群的那个故事；如果说我们说倾向呢，就是说这个社会好像这个是其中的这么一个这个做这个事情的习惯，或者那个他某种意义上，如果他保持这个中人社会的话，会有这么一种动态的维持自己是中人社会的这么一个情况。那这样的话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中人社会呢，它有点不允许你出现这个高人这件事儿。对这个消费社会、对现代社会的一个担忧，对末人社会的一个担忧呢，尼采担心的呢就是这个，你叫中人社会，他叫末人社会是吧？尼采的意思就是说，人不是为了活着，是为了更高的活着。等到没有更高的活着了，也就人类社会也就没有意义了，对吧？这是尼采的那个思路。那这个我暂时都不想评论啊。这周连你要说吗？啊，我是主持人，不，我们这主持人也没那么正式，你就占了双份，又能指着别人说，自己想说也可以说。那我想接下来想说的其实是，我前2天看那篇文章，他有句话我觉得说特别好，其实代表就是这个中人的这个思维。他说这个就苦难不是什么人类的精神本质，不过是一种需要被改变的社会状况。我对这个判断部分同意，部分不同意。就是苦难是人类的精神本质，我认为是。后半句我更认同，就是很多人类苦难和人类悲剧是可以，也是应该被改变的社会状况。至少我们不应该追求苦难。当然是，对，不能讴歌苦难，不能追求苦难。我觉得这就是政治哲学思维对伦理学思维。陈老师特别喜欢的18、19世纪的那种人文主义高分的那种思维的一种有效的约束，不是取消，也不是取代。苦难和中人社会，我只想在这个大的话题中谈一个特别细小的这个评论。苦行主义呢是对这种末人社会的一种回答。在希腊全盛时期的时候呢，苦行主义不敢说没有，但是显然是不重要。就在这个城邦鼎盛时期的时候呢，斗争都是实实在在的，就是未知生未知死的那事儿，大家都知道。等到进入了这个希腊化帝国之后，不知道了。作为一个个人，他有什么未知生未知死的事儿？就是他就去创造苦难。你刚才说苦难不是要追求的，对，也许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不会鼓励追求苦难，更不会鼓励这个社会去创造苦难，但也不一定。为什么不能创造苦难呢？如果我们有一个更高的目标的话，但是好，这个我不说了。那么我就说呢，对于苦行主义者的，他就是要创造苦难，制造苦难，但是呢，他不是要制造别人的苦难。对。而我们的这个现代社会和这个消费社会呢，它在观念上排斥苦行主义，你知道吗？但是苦行主义变成了一种 ridiculous 的东西，就他那个理解力就开始非常收窄，就幸福生活就是这样子的，是吧？人就是为幸福，幸福就这样，不是这种幸福就无法理解，就是 ridiculous， 是吧？这是末人社会中的一个分支啊，更广泛的我谈不了。我们开放讨论吧，不能我们几个人在对话。好，不好意思，在这儿来讲这个中等社会里面，那还能否有卓越的公共这个参与者，这个公共政治家、公共知识分子以及一系列这样的现象？我觉得学了尼采太多的人就是末人社会，对吧？或者施米特、施特劳斯的那派来说庸人之资，或者说我们这种高贵和低贱的这种区分，我觉得对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学子的心性的伤害以及知识的伤害实在太深了，实在太深了啊！我们在向往古典时代的那种伟大和崇高的时候，
你要知道那些伟大和崇高，它的所有者是那些少数帝王，而不是普通民众。我觉得人文学者在想这些问题的时候，往往会有一种错误的自我代入感。我觉得这是特别需要警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向往古典时代的时候说啊，他们多么崇高，多么伟大，我们就把自己想象成了那个极少数的特权者。但很有可能你在那个古典时代，你是那个最底层的人，你是那个受压迫者。比如说，我是来自于一个普通的工人阶级、工人家庭。我如果说生活在300年前，我没有任何的可能性，我成为人大的教授、北大的学生，或者说有可能难度也非常的大。我觉得就是这种错误的代入感，其实是今天很多人文学者，包括学生，为什么依然被施特劳斯这些人所吸引的一个最主要的心理动机。假如说我们是在传统社会里边，的确有那问题，就是贵族、帝王将相、英雄是吧？治使者，他们呢配追求卓越。但是问题是我们现代社会特点不恰恰就在于说，我们每个人现在都有这个权利了吗？对吧？那你现在说，那你不要妄想，对吧？你以为你谁啊？是吧？你追求卓越，就你配追求卓越吗？但问题是，现在问题就是，假如我也不配追求卓越，我又要追求意义，追求意义我又追求不着，那最后就是这问题，我就还是那问题留着，就是我活着有什么意义呢？这不是这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吗？对吧？我跟你说两句吧。我觉得咱俩就是几十年来吧，跟学生也是交流的时候也是。我说失败的时候不是指你，不是指。现在为什么那么多学生就是抑郁啊，然后没有目标啊，去自杀跳楼啊？这就是没有意义啊！他觉得就是活得没有意义。每一个人他自己面对自己的生存、自己存在还是虚无，这个上面他需要有一些意义。但我觉得存在和虚无，或者说你得让人说话，让人说话。你既然说你开放让人说话，也并不是说他要当上君王、当上帝王将相才有意义，才可以伟大，而是说我只要活出我自己就行了，我只要就是活出那个价值就行了。我觉得回到这个现代社会一个最本质的特征之一吧，我觉得他是把这个意义的这个问题抛回给每一个人了。是的，是。所以我们必须要承担起个体寻找意义的这么一个问题。这是我们必须要接受的一个事实。当然，你如果说最终你觉得说我自己个人寻求意义太累了，你信教嘛，对吧？当然，信了教以后，你那个教派如果说有扩张性，那还会导致就是现代社会之前的那个问题，就是宗教战争。你要知道，宗教战争恰恰是现代社会的开端呐。1618年到1648年打了30年宗教战争。然后我们建立了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对吧？然后有现在的所谓的主权国家、民族国家的诞生，以及宽容价值的深入人心、自由主义的崛起。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这一套社会组织，是对当年我们曾经觉得说伟大的、光荣的、崇高的那种所谓的人类生活造成的困境的一个回答。那个困境在1648年的时候已经走不下去了，已经走不下去，恰恰就是因为那些想要卓越并且试图获得公共承认的宗教领袖们，或者说君王们，他们遇到了诸神之争所产生的这个困境。我怎么能这么说？你现在就想说，不用给我。不知道我其实你说，你说，你说，我有点到后边，我就是越听越听不明白。我觉得。就怎么感觉完全讨论跑题了呢？就是本来我们不是在讨论伦理学吗？为什么就讨论成了政治哲学呢？就是我觉得两个完全不同层次的东西嘛。对，对于这个领域的这种伦理考量，我当然我自己也会想很多，所以我会很认同，就是那种心性卓越之士所追求的。那种良善生活，但是那个我始终认为它是
要么是私人的个体的，要么是一个小型的共同体、小型的社群他们追求的那种生活，它不能够被公共化，它也不应该被公共化。我觉得你在公共领域和政治领域当中，你应该追求是合情理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正义的社会。对不起，但是我只是想说，就是追求个人的生活意义，包括把又卓越维持在私人生活领域中，好像是有点问题的。我说完了。我追2句啊，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其实，在思考伦理学和政治哲学问题的时候，始终是从中人的角度出发的。从中人角度出发的话，其实它就是更偏向于公共领域，而不是私人领域。比如说刘畅会纠结于就是跟学生之间的交往我会不会导致一个所谓的压制的事实，对吧？那我会在想，就是说在一个政治领域当中某一个特殊的一个意识形态，他宣称掌握了真理，并且他诉诸政治的权利，让所有人去过那个至善的生活。那对我来说，这个压制的事实是一个更不能容忍的一个事实。它是不同层面的工作，一个是面向公共的，一个其实是面向私人的。我知道，因为周联呢，他不同意我的，他们现在把高人放到私人领域去了。但是因为我不懂了，但是我就会想到，国家也是有紧急状态，对吧？国家也是有决断时刻的。在这个时候，这个决断时刻由谁来完成呢？是由个人来完成的。我们就是曾经有过这样一种叙事，就是当国家、民族或者这种大型的群体处在这种决断时刻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英雄站出来。我们是不信了，或者说在这个中文社会里边，对我是说这个 normalization 这件事情，它变成不信，而且不允许你信。你可以在你的私人领域当中去追求卓越，对吧？如果被推向大众的话，可能会有被误读的，或者说不被理解的这种危险，也不是危险，我觉得就是事实。其次的话，就是我觉得这我们要做一个区分，就伦理上的至善论成为了政治领域的追求。我们看过去这200-300年的历史，我们能看到那就是灾难从法国大革命开始一直到现在。对。张宇，我能补充一下吗？因为就是周老师现在提了一方案就是我们对方案我们做分析的就是对方案特别敏感。你现在就是你要在私人领域里边卓越，在公共领域里边中人。我们现在就是非常粗糙的总结这件事。这有一事儿，就是说卓越吧，就是你知道的，你肯定知道的，承认嘛，对吧？卓越的前提是承认，当然是对。承认呢，它就有这个事儿，公共越多的承认越好，而且不见得那样，但它需要某种公共性。对，要在公共领域中得到承认，才是真正的承认。所以我现在就想问你，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怎么在私人领域中，就是说维持在私人领域中的卓越？我觉得当然是这样的，就是卓越的话，它要求被承认嘛。对，而且被承认了，它自然就有向公共性去扩散的这种趋势。那我们在今天看到了很多卓越知识，它获得了公共的承认。对呀，乔布斯他获得了公共承认，对，马斯克获得了公共的承认，对吧？对，爱因斯坦这些科学家都获得了公共的承认。那是哪些人他曾经是卓越知识，但现在的就获得这种公共承认的这种程度小了呢？我觉得是人文学者。我承认你说的是对的，当然是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曾经就是在那个传统社会当中，它是一个你也有一个话筒，我们有卓越呀，只是卓越的表现形态不一样，伟大的表现形态不一样，对吧？不再体现在战场上。那我可以回应一下，对，在我们的上下文中呢，就是要弄清楚。跟这个古典的那个追求卓越来说，我们就是要讲个体生活的意义。我并不是说个体生活就是我一个人，这完全不是我的意思。是吧？卓越需要承认，是吧？我们现在还在追求这种承认吗？就是我们追求的是这种承认吗？还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平民百姓？
在追求我们要追求的东西。嗯，你叫它卓越也罢，不叫它卓越也罢，就是我们要摸索，在我们人人都是平头百姓的环境中，我怎么活出意义？我们当然不能达到希腊人说的 arete， 对吧？我们翻译成卓越，我们可以现代人达到卓越，是吧？有些苹果公司在追求卓越，这头呢有个 switch， in the way 是了，就是我们仍然在追求卓越，但 in the way 不是了。你做苹果手机，跟这个阿卡琉斯，跟那个伯利克利不是一回事，是吧？你可以有1亿粉丝，但是不改变你还是个小老百姓，不是阿喀琉斯。其实阿喀琉斯不过是一个几百人村子的村长。但是我想为启蒙之后的社会做一个辩护。我不是说不能批评现代社会，批评现代社会是一个，我觉得是很容易的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的事情，尤其作为人文学者，我们随便抛出几个观念，我们就可以把末人社会踩在脚下了。恰恰是我觉得我们需要为这个已经被批评的千疮百孔的现代社会做一些有限的辩护。国家主义者批评现代性是因为中西之争，他把现代性等于了西方，对吧？我甚至会认为说，我说是中人社会听起来是那么卑之无甚高论的一个理想，但它其实是一个相当弥足珍贵的一个理想。这我完全同意啊。那个，然后呢，周濂讲到那个，他更强调那个公共性的那一面啊，就是这个当然就是很明显。就是周濂在我们这一些人里头肯定是公共性特别强的了，那么周濂对这些伦理问题的考虑呢，是更多的跟政治性连在一起的，实际上他的有些伦理考虑其实就是政治考虑，那为了保持咱们主题的连贯性，我觉得呢。你谈论卓越呢，或者谈论arete呢，你就是需要问谁之arete，或者什么时代的arete。这个我在讲完了希腊，然后呢，就是心情澎湃讲阿喀琉斯讲，对，然后呢，我说我不是在说我们要回到希腊，回到伊利亚特，回到先秦，回到任何时代。你回不去，让你回去你也不回去。你想清楚你信什么啊？你想那么来对待女人吗？你愿意为这些事情杀伐吗？你愿意把一个城市夷成平地吗 ？OK， 那么我们是干嘛呢？我们在讲希腊的时候，你不要因为希腊有那么多，或者以往的时代有那么多残酷的你完全不能接受的东西，而否认它的伟大。你懂吗？它的伟大是坐落在它的时代中，这点你要知道。但是并不因为它坐落在它的时代中，它就不伟大，它就不卓越。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看不到那个跟我们不同的时代的伟大，然后用我们的标准去衡量一切时代，对吧？你不是在追求希腊人的卓越，希腊人的arete是坐落在希腊社会中的。那么我们可以从希腊人、先秦人、宋朝人、宋朝的读书人那儿汲取，就是我们要认识他们的伟大，才能够汲取。它能够帮助我们在一个新的环境中生活的有意义，是吧 ？OK。
你知道为什么前期维特根斯坦在谈论形而上学的时候，他本体实体论的时候，他会谈论关系项，但他后期他不提关系了。我觉得他不提关系不是放弃了关系，而是要去这个我想说到人类社会的道德是非啊这些，那么在某种意义上，你是要从动物开始。获得知识的优越感太容易了，我就特别担心这种自欺。这肯定是的。你是没有办法拿中人作为一个理想，当然啊，那我不完，是吧？当然是啊，对啊。作为一个是吧？作为你信的东西，对，因为那个东西你就觉得其实就没有意义，肯定是这样，对。